跟着小伙去修一个设备跳闸。这个机器送电就跳闸，就是一开电就跳闸吗？啊，对对对。跳哪个闸？那个。哪个？对。这个呀？嗯，现在没事，一开。现在不敢开啊，没有零线，零线掉了。是你们自己取下来的吗？啊？对呀，自己弄下来的。不能没有零线啊！这个可不能不接零线，它需要零线，你不接零线直接烧。它这个设备需要零线，3根火线1个零线。如果零线没接的话，它会烧电器。这个 N 就是零线。这是进线电源，进入了总闸，然后这边还有变频器控制。他们说不敢送电，一送这个电闸就跳这个漏电保护器。一般跳漏保多数是漏电造成的。直接拿工具拿万元表测一下。在现实中漏电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。像他们说这台设备一送上电就跳，那这个原因应该很好查，好测。打到城市开档，测漏电的档位。一直标比测地线，也就是设备的外壳。既然是一合闸就跳，那就测电闸下边。先测这3根火线的一项漏电 RST， 这一项也100到头。看这个 T 这一项100到头。那接下来怎么测量呢？那就顺藤摸瓜。这3项电接入焦虑接触器上端，测上端100到头。这3项电应该还同时接入了变频器。打开变频器，像这种情况 RST 接入焦虑接触器上端，它在没吸合的情况下跟下边的线路没关系。再看这3项电也接入了变频器，那是变频器和电机漏电吗？测一下电机，显示是漏电的，是电机漏电吗？找一下电机那3根线，看到了，在这儿 UVW 拆掉电机线，测3项电机与设备外壳是不漏电的，漏电的还是在上边。是变频器漏电吗？测一下变频器，显示漏电，这样和电机没关系。他们是担心电机漏电，可以确定不是电机的问题。其实我也怀疑是电机进水了漏电，结果不是。你还不能怀疑变频器，得看一下这3根线。这里有并出去2根线，在这个主线后边。拆掉这个线头看一下，这有个细线，这还有1根。好，下面就用万元表测这2根线，看这个细线表针没摆，测主线摆动一点。这一个细线100到头，是这根线在漏电，导致的测其他线路也漏电，100到头。测主线有轻微的漏电，这个细线进入了保险丝，就进入这个保险丝，也是100到头。当然断开保险丝再测，它就不漏电了。所以说漏电的线路是保险丝下面的线路，那就顺着这个 T1 去找。它这个保险丝是控制电路的保险丝，测 T1 100到头。有的端子摆的没那么严重，这是它的一个回路，这些线都是控制电路的线。再测其他的端子，还有100到头的。那如果顺着这个漏电的这个线找，你看它接哪去了？接到这些按钮开关，这些启动停止的这些按钮开关上。那把这几个漏电的线路拆掉呢？拆掉一测100到头。你看啊，测这些按钮开关都是100到头，所以你总不能怀疑这些按钮开关有问题吧，对吧？同样测这些控制器也都是100到头，测哪都是100到头，
但是这个漏电我感觉不一定出现在配电箱内，因为现在测哪都是漏电的，所有的控制线都是100到头，所以我觉得漏电的线路应该是往配电箱外面走的线路，配电箱内漏电的可能性不大。挨个的测，就是着重测一下往配电箱外走的电路。看这一个100到头，这里还有2根，看一下是不是100到头，也是100到头。那就看一下这根线是不是往配电箱外走的啊，就是拆下这3个线头，单独测量这3个线头对设备外壳，看都是100到头吧，所以说是这根线的问题在漏电。反过来再测刚才漏电的这些线路都没问题了，控制线路这种漏电的现象都没了，那就顺着这个线去走，像这种一拉一拽，就发现这个线进入了设备内部。那线的那一头接的什么呢？哦，这有个行程开关，是它吗？从这头一拽，确实是，就是它。看这个样是进水了，打开看一下，盖里面是有水的，那这个底座里边也少不了，里边进水了，那就准备换一个新的呗。但是我发现拆不好拆，整个大罩都得拆下来，一圈螺丝，所以我得想一个其他的办法，给它烘干，上吹风机。不好意思，音乐放错了，放成北风了，这个得需要大风吹，马上改，马上改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吹中我心里那片痛，那片悲。就看一下大风吹后的效果，看漏电的现象没了，这3根线都没了，这就好了。把它给装起来以后，这一块得做防水，进水还会漏电。恢复完所有电路，合闸送电，测量输入电压400伏，这个线没接错，都很正常。测量输入220，正常。合闸送电，变频器显示正常。设备运行正常。我一直没搞懂这个设备是干什么用的。那好吧，先这样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